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书接上回，好。木母伸出手捏了捏他的鼻子，对着穆恒说：穆恒，带欣欣回去休息一下，等会带着欣欣跟他的朋友出去玩。穆恒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傅文生，拉着木心离开。木心淡淡地看了一眼傅文生，随着穆恒离开，回了房间。穆恒开口问道：欣欣，刚才傅文生没有对你怎么样吧？木心停下来脚步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穆恒，怀疑地问道：哥，说吧，你知道什么？穆恒先是一愣，后直接装傻充愣地回答：什么事情？你当时只需要把我拉开就好，为什么还要打他一拳？你为什么会生气？除了傅文生说的那个理由，还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你知道了什么？你跟傅文生认识吗？穆恒选择装傻到最后一刻。木心叹了一口气，揉了揉眉心，直接挑明：哥，你今天其实没必要那样做的，你这样只会让他怀疑。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机会了，我现在只需要利用时间去淡忘过去发生的所有。那个男人，我爱了他15年，不是说忘就能忘的。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。哥，要是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，让我自己来解决好吗？穆恒见木心全都知道了，便也不再打算隐瞒。3年前如果不是他，你又怎么会的病？到现在身子还没好彻底。欣欣，哥3年前就说过，一定会让曾经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。哥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又怎么会遇到你呢？反而，我们还要感谢他。木心嘴角勾着一抹笑意。每提一次傅文生，曾经那股钻心刺骨的痛意直达他的全身，痛到不能呼吸。他垂下眼帘，不让穆恒看着他已经泛红的眼眶。穆恒把他拉进怀里，语气中透着无力，还有心疼。想哭，那就哭出来吧，哥的怀抱永远留给你这个傻丫头。木心原本设好的防线，顷刻间因为穆恒的话崩塌。他以为可以很勇敢地面对傅文生，跟穆恒坦白的时候，他会很坚强地笑着诉说着那些痛苦的故事，可那都是他以为。他埋在穆恒的怀里，大哭了起来，好像把这3年来隐忍的泪水全都发泄了出来。木心哭累了，他离开穆恒的怀抱，看着湿透的衣服，小声抽噎地说道：哥，对不起，把你衣服弄湿了，你赶快去换掉吧。穆恒倒是不在乎衬衫，反而关心地问道：哭出来，好受了点吗？要是还很难过，还没哭够，哥去换件衣服，你继续哭。木心破涕为笑地看着他，声音带着丝丝的不好意思：谁还要哭啊？再说了，我的眼泪又不是海水，怎么会哭都哭不完。说着，脸上还露出很嫌弃的表情，说道：咦，哥脏死了，快去换衣服。见他还嫌弃他，穆恒故意板着脸，生气地说道：好啊，用了就要舍弃掉我是吗？刚才是谁躲在我的怀里，哭得要死不活的呀？木心红着脸，厚脸皮否认地说道：谁呀？我怎么没看到呢？说不定是你自己把胸前弄湿，然后诬赖某个人。穆恒没好气地瞪了瞪木心，委屈地说道：你怎么可以如此对待我，欣欣？我可是你哥呀！木心直接越过穆恒，回过头来，冲着他调皮地吐了吐舌头，说道：快点换好衣服，我们去海边看烟火。
穆恒看着他那调皮的模样，低头浅浅一笑，便回到房间去把被木心哭湿的衣服换掉。傅文生愣愣地看着木心离去的背影，心里那股痛意袭上心头。穆家父母看着他这失态的样子，不由得怀疑起木心跟傅文生的关系。穆父对着其他人歉意地说道：“各位别介意，欣欣可是我们一家的心头宝，所以犬子才会这样，你们随意。”众人全都小声议论着，穆家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女儿了？看穆家小子那般护着他，估计跟在意呀。我也是前段时间知道的，说是穆家小姐20年走丢了，3年前才找回来。穆家对她的保护那可是十足啊。真的吗？难怪一家人都那么维护她呢。换做我找回自己走散20年的女儿或者妹妹，也会这样。穆父直接跟傅文生说：“傅总，能到我书房聊聊吗？”傅文生点头，他也想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穆心怎么会成为穆家的小姐？穆家父母跟傅文生对坐在沙发上，穆父声音低沉地问道：“傅总，我想知道你跟我女儿的关系，她是我的妻子。”傅文生丝毫没有半点隐瞒地说道。穆母本来挺欣赏傅文生，可看见了刚才那一幕，心里就笃定他肯定做了什么对不起穆心的事情。妻子，傅先生，我家欣欣如果真的是你的妻子，为何不见她手上带有戒指？要说她弄掉了，那么带有戒指，那么就一定有戒指印，可我从来没有看见。穆母一语道破，却击中了傅文生的心。当时他们结婚，他根本就没有给穆心送过戒指，现在又怎么会有？当时我们匆忙结婚，没买戒指。傅文生垂下头，他有些底气不足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如果欣欣真的是你的妻子，那么你知道她喜欢什么颜色，喜欢吃什么？穆母的问题堵得他哑口无言。傅文生这才意识到，他好像从来没有了解过穆心。穆母冷笑着，继续问着犀利的问题：“我姑且相信你说的话，那么我想问你，既然作为她的丈夫，她见到你，为什么会说不认识你？”傅文生脸色难看地看着穆母，穆母的每一个问题都把这个在商场上有着铁血手腕的男人问住了。穆父也听出了一些苗头，沉着脸开口说道：“傅总，既然欣欣说不认识你，那么就是不想跟你扯上关系，我希望你也是如此。我不管以前怎么样，但她现在是我穆家的千金，请注意你们之间的距离。”就是。穆恒推开门，神色慵懒地靠在门上，轻蔑地看着傅文生。穆母看着穆恒，立马问道：“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”穆恒耸耸肩，表示他不清楚。可是穆母好歹也活了这么大的岁数，更何况他的儿子，怎么会不知道他绝对有事情瞒着他们？穆恒看着穆母的那眼神，有点后悔进来了。那眼神似乎就是要将他看透。他低头不去与穆母对视，把穆心拉了出来，说道：“爸妈，你们先聊，我去找欣欣，然后带她出去玩。”说着欲拔腿就跑，可惜早已被穆母看穿。穆母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“站住！欣欣朋友还没来，去哪里？”穆恒转过身来，镇定地看着穆母，随后还是老实地坐在了傅文生的身边。不知穆恒是故意还是有意，他一屁股坐了下去，坐在了傅文生的身上，
随后又撅着屁股把傅文生挤到另一边。看见我坐下来，居然还不让开。嗨嗨，穆父咳了咳，瞪了瞪穆恒。穆恒故意忽视掉，淡淡的说道：“妈，我真的还有事情，就你不要拿信做挡箭牌，你老实回答了妈的话，我就放你离开。”穆母不吃穆恒那一套，斜眼鄙夷地说道。穆恒见逃脱不了，便也不再挣扎，认命地坐在那里，等着穆母的质问。欣欣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不知道。穆母接着问道：“他是欣欣的丈夫吗？”不是。穆恒立马否认着。据他所调查的，傅文生早就跟穆欣离婚了，所以那里来的夫妻关系？欣欣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既然欣欣说要忘记，那么就把关于他跟傅文生所有的关系都否认掉。就算到时候爸妈查到了什么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也不会怪他。穆恒，你这样否认我跟枕月的关系，不会真的？傅文生自然知道穆恒的意图，又怎么会让他得逞？呵，傅文生，你的脑洞真的是，我跟欣欣的关系，随便你怎么想。穆恒被他气得无话可说。叩叩，书房的门响了起来，穆家父母对看一眼。进来。穆欣推开房门，看着里面的阵容，先是一愣，走了进去问道：“我打扰到你们了吗？”爸妈？没有。欣欣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穆母温婉地问道。我等了许久，没见哥过来，所以我是来找哥的，准备跟微微出去看烟花。穆恒，去吧，看烟花的人肯定很多，记得好好保护欣欣啊。穆母嘱托着，随后说道：“早点回来。”穆恒微微点头，带着穆欣离开了书房。整个过程中，穆欣除了进门看了一眼傅文生，期间都没有正眼瞧过他。穆父见穆欣跟穆恒离开后，开口说道：“傅总，我希望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我说的。刚才欣欣的眼里都没有你的存在。穆总，眼里没有，不代表心里没有。我还有事情，先走一步。对于枕月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”傅燕直接抬腿离开书房，然后拨通了何秘书的电话：“监控不用查了，去给我查查沃斯哪里有烟花表演。”啊？何秘书很惊讶，烟花表演比得上找穆欣的踪迹？让你查就查，废话什么？10分钟后给我地址。说着，傅文生掐掉了电话。枕月，3年前我已经尝到失去你的滋味，现在我遇到你了，就绝对不会放手。我带你回京北，我们忘掉从前，重新开始。穆欣坐在车上，一直沉闷不语。穆恒觉得这种气氛很压抑，试图调节一下气氛，说道：“欣，剩下的话还没说出口。”穆欣已经开口问道：“哥，你们刚才在书房？”穆恒就知道穆欣绝对会问这个，趁着等红灯的时间回答道：“爸妈大概是猜到了你跟他的关系，认为我知道什么，所以想问问我。那你……”穆欣欲言又止：“我把你跟他的关系全都否认了，你不用担心。”穆欣感激地看着穆恒，突然觉得有一个哥哥原来这么好。坐在后排的微微听着2个人的谈话，不知所云。“欣欣，你跟穆恒大哥聊什么呢？”微微疑惑地问道。穆欣跟穆恒相视一笑，穆欣开口说道：“聊你啊。”微微又不傻，知道2兄妹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，撅起小嘴，不开心地说道：“欣欣，
我还是不是你好朋友了？是啊，那你还瞒着我？微微双手抱胸，略生气地抬起下巴。木心的脸色变了变，眼底溢出悲伤。微微发觉他好像问错什么事情了，立马妥协改口地说道：好了，好了，当我没问。谢谢你，微微。说完，木心将头撇到了窗户那边，看着倒去的路灯。那些就好像过去的回忆，一点一滴地倒带着。三人到达目的地没多久，傅文深也尾随而来。他四处搜寻着那抹日思夜想的身影，环视一圈之后，并没有发现木心的身影。其实就在木心三人到达海边的时候，木心说他饿了，三人便去吃夜宵去了。所以傅文深今晚注定跟木心没有缘分相遇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看烟花的人越来越少，可傅文深始终没有找到木心。瞬间整个人颓废了下去。枕月，你在哪里？翌日，木心一大早的就出门上班去了。木母看着桌上已经准备好的早餐，心里感觉到暖暖的。早上10点，穆恒闲来无事的去了小黑屋，看着衣衫褴褛，浑身都是血迹女人，他微微的撇眉，低声问道：看看死了没？保镖走过去，踢了踢女人的肚子。女人眉头轻撇，缓缓睁开眼睛，看着眼前凶神恶煞的保镖，立马跪在地上哭着求饶着：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！穆恒像是在看猎物一般，眼底都是狠戾。他咂咂嘴，嫌弃地说道：求饶？你伤害我妹妹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放过她呢？闻言，女人浑身抖得更个筛子似的，缺水脱皮的嘴皮微微动了动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3年来，我被你们困在这黑暗的小屋里面，受尽了你们的折磨，该付出的代价我已经付出了，求你们放我走吧。女人用力地磕在地上，残破的衣服，还有那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样子，估计连傅文深都认不出来他是谁吧。穆恒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，细细地品尝着，一句话让跪在地上的女人激动了起来。傅文深就在这里。女人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，立马开口说道：我要见他，我让他给你们钱，多少都可以。噗！穆恒嗤笑着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就你，穆生，就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你认为傅文深能认出你？轰！穆恒说的每一个字都刺激着穆生的每一个细胞。他浑身颤抖着，微微有着一点血色的脸庞瞬间面色苍白。他似乎是发疯了似的，狠狠地揪着他自己的头发，厌恶地想要擦掉身上的污秽。没错，他就是穆生，被穆恒折磨了3年的穆生。他想过死，可是每一次都没有成功。后来他想清楚了，他要活着出去，他要报仇，他要看看他伤害的那个女人是谁，然后拉着她一块上黄泉路。这就是他在这些非人的折磨中活下来的理由。只要想到傅文深，他就会燃起一丝希望，想着他一定会来救他。可根本就没有任何消息。这一次，他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这是我的事情，你只要肯放我出去。穆生垂下眼帘，让人看不到他黑暗中那双淬着毒的双眸。哈哈，放你出去？穆生，你真的以为我傻呢？放你出去，指不定会危害谁呢？我还是收留你，为这个世界出去一个毒瘤。穆恒一口气喝完酒杯中的红酒，对着保镖说：去，
把木生现在的样子发给傅文深。是。傅文深正准备去木心上班的地方找他，笔记本传来了声音。他走过去，打开电子信件，看着那不堪的画面，整个人愣在了哪里。那个女人是木生？她不是3年前就退圈不知所踪了吗？怎么会？过了一会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傅文深看着陌生号码，拧着眉头接通了电话。傅文深，我给你的礼物是不是很惊喜？穆恒嘴角噙着冷笑，眼底的愤怒不言而喻。你是谁？傅文深根本没有听出来，电话那头是穆恒的声音。傅总真的是贵人多忘事呢。穆恒啧啧地说道，自报家门，穆恒。是你，视频是你发来的？他狭长的双眼眯着。穆恒，有什么事情？你冲我来，这样对一个女人，是不是太有失你的身份了？呵，傅文深，你不会以为我是因为你所以才会对她吧？穆恒嘲讽的一笑。除了这一个可能，傅文深想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让穆恒这样对待木生，可他唯独没有想到木心的身上。电话那头传来了穆恒讽刺的笑，你还不够让我动手对他，欣欣受到的伤害，我会一点一滴的让他补偿回来。他话锋一转，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离开我妹妹；二，只要你不再来骚扰我妹妹，我就把这个女人还给你。穆恒，你别太过分！傅文深青筋暴起，低声怒吼着。这2个他都不会选，要让他再失去木心，他做不到；不管木生，他也做不到。我给你时间考虑，以后每天我都会送你一份这样的礼物。穆恒的声音犹如鬼魅，环绕着傅文深。傅文深看着黑掉的屏幕，一把甩到了地上。听到了屋内的动静，何秘书赶紧敲门问道：总裁，怎么了？进来。简短2个字，带着傅文深的怒火。何秘书推开门，看着报废的手机，又看看脸色铁青的傅文深，小心地问道：总裁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去，给我查，木生被穆恒关在哪里了？傅文深心中团着一股怒火，整个人都包裹在怒火之中。何秘书还想再问问，可见他这样生气，只好点点头，就要出去。傅文深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：不要被穆恒发现。好的。何秘书离开后，傅文深就驱车去找木心了。刚好准备出去吃午饭的木心，看到公司楼下的傅文深，掉头就要离开。傅文深早早的就发现了他的身影，发现他要逃跑，迈着大长腿3步并作2步的追了上去。他扣住木心的手腕，眼底带着一丝伤心的说道：枕月。木心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伸出另一只手就要掰开他的手，奈何男女之间力量悬殊，只好作罢。他冷着脸，带着陌生的口吻说道：傅先生，麻烦你松手，我们的关系还没好到可以牵手的程度吧？枕月，你就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？傅文深伤心地看着木心，尤其是他那陌生的语气。木心讽刺地笑着说：傅先生，昨天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见这样打动不了木心，傅文深低头难过地说道：我知道你恨我，那奶奶呢？奶奶已经不如以前了，她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你。她一直坚信你还没有死，至少为了奶奶，你也……木心睫毛颤了颤，眼睛微微的酸胀着。奶奶，
不是早在3年前就去世了吗？傅文生，你连这也要骗我？他故作根本就不认识的样子，疑惑地说道：奶奶，你说的是谁？傅先生，麻烦你松手，等会我哥会过来接我。提到穆恒，傅文生似乎是想起什么似的，他拽紧穆心的手，枕月，你知道你哥把穆生关在哪里了吗？穆心愕然，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讽刺的冷笑：傅先生，你说的穆生，奶奶，我根本就不认识。你找我就是为了那个叫穆生的女人吧？在傅文生说出奶奶的那一刻，他对傅文生还有着一抹希望。然后等他提到穆生的名字时，那抹希望就像是流星，瞬间坠落。傅先生，你有时间在我这里浪费，还不如去找找他。说完，穆心用力地甩开他，眼底的厌恶就如傅文生曾经对他那般信心。穆恒疾步走来，把穆心保护在他身后。穆心拉了拉他的衣角，说道：哥，我们走吧。穆恒伸手揉了揉他的秀发，浅浅一笑：心信，你先去车上等我，我有话跟他说。穆心迟疑地望着穆恒，穆恒示意他放心，但他还是不放心地走2步就回过头来看一眼穆恒。直到穆心上了车，穆恒才走到傅文生的面前，挑衅地说道：傅文生，尽早给我答案，不然我可保不准穆生会不会被我折磨死。穆心打开窗子，想要偷听2个人说什么，可是根本听不到一点声音。过了一会，就看见穆恒带着笑意朝着车子走过来。看着不远处傅文深黑着脸，有怒火又憋着的样子，穆心皱了皱眉头。哥到底跟傅文深说了什么，居然让他的脸色那么难看？再看看穆恒脸上的表情，2个人明显的有着差异。穆恒打开车门，脸上的喜悦不鸣而喻。穆心狐疑地问道：哥，你跟他说了什么？居然脸色那么难看。没什么，只是让他做了一个决定。穆恒目光看着前方，眼底的阴翳一闪而过。什么决定？穆心是打算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傅文深刚才问的问题还萦绕在他的耳边。穆心转过头看着穆恒：哥，真的抓了穆生吗？穆恒听到穆心的问题，也只是淡淡的笑了笑，并没有回答。穆心沉闷了一会，还是打算问出心里的疑惑：哥，穆生他，欣欣，这些事情不关你的事，你只要每天安心上班，过好每一天就好。穆恒直接打断了穆心想要问的问题：哥，欣欣，这件事情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穆恒坚决地说道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，似乎只要提起穆生，他就能想到当初在海滩上看到奄奄一息的穆心的画面。穆心见穆恒这么坚决，便也没再过问。傅文深跟穆生之间的事情，他也不打算多问。下午，穆心想要回去上班，却被穆恒直接带回了家。将他带回家的理由就是傅文深还会去找他。穆心答应了，他害怕傅文深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。穆恒将他带回家，自己便直接去公司。穆心在屋内闲得发慌，就出来走走。蓦然间，他发现当初有重重保镖的小黑屋，此刻一个人都没有。好奇心驱使着他偷摸进了小黑屋。进去后，里面除了一扇小窗户投进来微弱的光，其余的地方都是一片漆黑。穆心扶着墙，
一路摸索着，直到在里面看到的一幕，木心整个人愣在了哪里。他脑子里乱哄哄的一片，木讷地站在那里，女人却像是发现了他，尖锐而又淬着毒的声音在木心的背后响了起来：你是那个魔鬼的妹妹？你到底是谁？木心僵住了身子，那个声音他再熟悉不过了，是木生。他不敢回头，怕被认出来。从木生的话中，他似乎是知道了一些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这样。你到底谁？我什么时候害过你？木生阴狠，毒辣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木心的身上，就如那淬着蛇的信子在探查着他。良久后，木生眼底露出了震惊，缓缓地说道：你是木心？木心没有回答，木生面目狰狞，声音犹如来自炼狱的恶魔。他冷笑着，似是恍然大悟地说道：难怪，我说那个男人怎么一直说我伤害了他妹妹呢？原来是你呀，木心。木心，没想到你命这么大，得了脑癌，居然还没死。陡然间，木生分贝提高了许多，他语气中全是愤怒，还有浓浓的恨意。木心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才会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，一待就是3年。看到木生衣衫褴褛，还有那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模样，木心内心却是对木恒升起了一丝恐惧。就算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他，他的心情依然很复杂。重新回到岗位的保镖发现了不对劲，门上的锁竟然是开着的，两人对视一样，着急地打开门走了进去。看到躲在角落的木心，保镖两人内心一惊，完了。木心发现有人进来，猛地推开了他们，朝着门外跑去。小黑屋传来木生凄惨而又尖锐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就跟恶魔一般，紧紧地环绕着木心。他回到房间后，把门反锁，脑子里回荡着木生那凄惨的模样，还有那恐怖的笑声。泪划过他的脸颊，缓缓流入他的嘴角，最后刺激着他的舌尖。木恒回来后，保镖把下午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。他一脚踹了过去，冷着脸对着保镖说：“自己领罚。”说完，他解开领带，敲响了木心的门。听到敲门声，木心的身子不由得往被子里缩了缩。信心。木恒一边敲着门，一边叫唤道。可是屋内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木恒紧紧地拧着眉头，找到了张妈那里的备用钥匙。他打开房门，看着缩在被窝的木心，轻声叫唤道：“欣欣，怎么了？”木心没有回答，身子微微颤抖着。他不知道，原来这3年来，那个小黑屋关的一直都是木生。难怪傅文生上次问他知不知道木生在哪里。原来傅文生过来挪威就是为了找木生，而他的哥哥木恒，他竟然此刻害怕面对这些人。木恒担心木心闷坏自己，伸手就去扯掉被子。木心坐了起来，整个人缩在角落，眼底划过一丝害怕。看着这样的木心，木恒心头紧紧地收紧。他靠坐在床头，看着木心笑了笑说：“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有手段，心狠手辣？觉得我跟傅文生像极了？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木心闻言后，抬头看着木恒，随后又问道：“他来挪威，也是因为他知道木生在这里吗？”“不是，我也没想到爸会邀请他来。”木恒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：“
还记得他上午跟你说的那个选择吗？我让他在你跟木生中间选一个，他选了。木心害怕知道那个答案，却又期待答案。如果傅文深选择的是他，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再次走向他。还没给我答案。穆恒低头淡淡地说道。知道木心跟傅文深之间的事情，他一直认为傅文深会毫无犹豫地选择木生。可这一次他可能失策了，因为从昨天到今天，他给傅文深发了那么多的视频，都没有让他做出抉择。没有答案，木心不知是喜是忧。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吧，不抱有幻想。时隔1周后，他在餐厅遇到了傅文深，就如见了老虎一般，拔腿就要逃跑。傅文深手疾眼快地拽住了木心，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意，说道：“这要巧。”木心回过身来，拿着包包拼命地拍打着，这点痛不过是在给他挠痒痒。他轻轻一带，就把木心拥在了怀里。傅文深霸道地吻了上去，木心原本还在挣扎，此刻就如雕塑一般僵在了那里。他瞪大了眼睛，眼底写满了震惊，想要开口呼救，却被傅文深趁机喂下了一颗药。傅文深强吻了一会，笑意满满地松开了木心。木心呼吸到新鲜空气后，伸手就要抠出刚才被傅文深喂下的药丸，可是药丸已经融化，被他吞了下去。他逼红了脸，开口质问着：“你给我吃了什么？”傅文深没有回答，而是走过去，温柔地帮木心拍了拍背。木心后退一步，远离傅文深，抬眸冷笑着：“如果是想要在我这里打听关于木生的事情，我劝你死心吧。”说着就转身离开，脑袋传来了一阵眩晕感。他伸手扶住了椅子，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还没抬腿，整个人朝着地面倒去。傅文深一把捞起木心，看着晕倒在怀里的女人，他眼里柔情似水，似是害怕吵醒怀里的女人，小声呢喃着：“枕月，这次我都不会放开你了，我们一起回京北。”木心还有一丝理智，看见了他眼底的柔情。他一惊，暗骂道：“木心，你在期待什么？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要利用你换回木生。总裁，飞机准备好了。”穆小姐她和秘书恭敬地站着，请示着傅文深下一步指令：“自作孽不可活，你去跟穆恒说，木生随便他处置。”何秘书遗憾地摇了摇头，这几天他调查之后才发现，原来当初夫人不会那么急的就发病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木生挂断了夫人打给总裁的无数通电话，甚至还捏造求婚的谎言，所以才造成了夫人痛极攻心。总裁知道真相后，便决定彻底不再管他。当傅文深带着木心飞往京北的时候，穆恒得知傅文深走了，还带走了木心，当即便丢下了挪威的事情，追到了京北。木心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已经身处傅家。他眼睛垂下，看着头发凌乱趴在床边睡觉的傅文深，然后侧着身子，控制不住地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张帅气的脸庞。他希望时间可以停留在这一刻。他是恨他，可他也是他木心爱了15年的男人，对他的爱恐怕早已融入骨血，汇合进他的心脏。而原本睡着的男人带着戏谑的笑意说道：“偷偷摸我干什么？”木心受到惊吓，迅速想要把手抽回来。
男人却在前一秒紧紧地握住了她的小手，睁开眼睛，温柔地望着她。木心差点就要陷入那温柔之中，想起他是被他绑架过来的，他浑身的刺就竖了起来。傅文生，你不觉得你很卑鄙吗？你以为把我绑架了就能救出木生？做梦吧你！猝不及防地听到他那伤人的话语，傅文生垂下眼眸，掩盖住眼底那伤心的情绪。只要木心陪在他的身边，就算被误会了又怎么样？他贴心地帮木心掖好被子，声音温柔地说道：再休息一会，你体内的麻醉还没消散。傅文生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居然对我用麻醉！木心不管不顾地大声怒吼着。可无论他怎么辱骂傅文生，他都是笑脸面对。这让木心有种像是用拳头打在了棉花上，最后气的还是他。所以他选择视而不见。傅文生知道还要给他时间，便悄悄地离开，让王妈进屋照顾他。穆恒一到京北，就派人去寻找木心跟傅文生的下落，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查到。现在的傅文生足以跟穆家对抗，更何况他现在还在他的大本营京北。穆恒狠狠地砸掉了酒店的东西，屋内一阵东西破碎的声音，外面的保镖人员都忍不住带着冷战。发泄够了以后，他拨通了电话，把木生给我带到京北酒店。刚挂断电话，就接到了木母的电话。穆恒，找到你妹妹了吗？木母焦急担忧地问道。妈，你别急，我有办法让傅文生交出妹妹。寒意布满了他的双眸。好，只要有了新信的消息，立马告诉妈。还在住院的傅奶奶从刘管家口中得知木心没死，并且还被傅文生带回了傅家，吵吵嚷嚷地说要出院去见木心。木心恢复身子后，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想要逃出傅家。可无论他想要从哪个角落逃跑，都有人24小时轮流巡视着，他根本就没有机会。但他不放弃希望，终于在卧室找到了没有人巡视的地方，背上背包，打开窗户，准备顺着下水管逃离出去。欣欣，苍老带着丝丝哽咽的声音在他的背后响了起来。木心听到声音，震惊地转过身，看着坐在轮椅上的奶奶，泪布满她的脸颊。他顾不得要逃离傅家，直接冲到了奶奶的面前。欣欣，奶奶以为在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你了。奶奶，对不起。木心趴在奶奶的腿上，放声痛哭着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木生不是跟他说奶奶已经去世了吗？告诉奶奶，你刚才是不是想要逃跑？奶奶一语道破，庆幸还好及时回来了，不然下次见到木心又是什么时候，更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是否还在世上。木心乖乖地跪在地上，垂下头，肩膀微微地颤抖着，那模样就像是做错事情的小孩，奶奶看得心里都软了。臭丫头，回来了居然不知道去看奶奶，要不是刚巧赶上，奶奶可就再也见到不你了。奶奶故作生气地哼了一声，脸上都是不开心的表情。奶奶，都怪傅文生，你看看楼下全是保镖，都不准我出去。此刻木心把这个黑锅扔给了傅文生，不巧的是，被刚从公司回来的傅文生听见了。你要是不想着逃跑，我也不会安排保镖。傅文生无奈地说道，看木心的眼神都是温柔似水。他咬了咬唇，
我看你就是心虚，怕我逃跑就换不回木生了。”瞬间气氛紧张了起来。听到木生的名字，奶奶剧烈地咳了起来。傅文生要开口解释，奶奶生气地说道：“傅文生，你还没放下那个女人，不看着我死，心里不舒服是吗？”木心没有想到奶奶听到木生的名字反应会这么激烈，立马改口地说道：“奶奶，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你别生气。欣欣，你还要替他隐瞒，要不是答应了你，我早就要告诉这个臭小子那件事情了。”奶奶捂着胸口叹息地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傅文生皱了皱眉头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奶奶。”木心紧紧地拽着奶奶的手，摇头恳求她不要说。奶奶拍了拍木心的手，缓了缓开口说道：“孩子，这件事情我们不该再隐瞒了，不然这臭小子都不知道珍惜你。要是奶奶哪天走了，他再伤害你呢？奶奶，你们到底瞒了我什么事情？文生，你还记得6年前你突然病倒住院吗？其实你那个时候不是平常的贫血导致昏迷，而是血干细胞坏死。当时医生说必须找到合适的骨源进行骨髓移植，这样你才能活下去。但是我倾尽傅家所有的人力跟财力，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骨源。就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，医院告知我有合适的骨源了。为了感谢捐赠者，我动用了关系，找到了欣欣。当时我给了他一笔资金，他却没有收下。他怎么都不收，还说要是一定要给，那就捐给福利院。我想要通过其他办法感谢他，得知他喜欢你，为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，我就让你娶了欣欣。嗨嗨，傅文生愕然，他看着木心，才发现他欠木心太多太多，恐怕这一辈子都还不完了。木心低下头，他无法承受傅文生那灼热的目光。文生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跟欣欣单独聊聊。傅文生点头，带上门退了出去。奶奶见他走了之后，轻声叹息地问道：“欣欣，告诉奶奶，你是不是还爱着文生？”木心垂下眼帘，不爱了。奶奶叹了口气：“欣欣，文生在知道你死之后，过的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。他每天抱着你的骨灰盒，真的像是疯了一样。有一次傅家大火，你的骨灰盒也烧毁了。那一次，他险些就要和你一起走了。所以，无论出于什么，奶奶都希望你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将功补过，好吗？”奶奶低下声音，恳求地说道：“既然两个人还互相爱着，那么为什么不放下所有的过往，重新开始呢？”傅奶奶的话彻底震惊了木心。他本以为他死了之后，傅文生会开心地和木生结婚才对，可他居然为他疯成那样。为什么？他不是不爱他的吗？孩子，不需要立马回答奶奶。如果你放下过往，准备接受纹身，就给奶奶生个重孙或者重孙女。奶奶缓解着沉闷压抑的气氛，调侃地笑着说。木心顿时没话说了，这要他怎么接？奶奶爽朗地笑了笑，带着小孩子的语气说道：“欣欣，奶奶想要尝尝你做的饭菜。奶奶，我都差不多3年没下过厨。”木心垂下头，有些不太肯定。不是还有王妈吗？王妈指导就好。似乎今天不吃上木心做的饭菜，他就不会放弃。好，信信这就去做饭。木心甜甜地笑着站了起来。
毕竟3年没有对奶奶尽过孝道，现在做一顿饭而已。这边其乐融融地吃着晚饭，另一边的穆恒就如发了疯的狮子一般。还没找到？你们都是吃白饭的！穆恒脸上铁青，怒意地吼着：“滚！继续查，就算把整个京北掀了，也要找到小姐。”是，少爷，穆生已经被带过来了，要怎么处置？把他的视频播放到京北的信息网上去，我就不信傅文深会不出来。1小时后，穆生的视频在京北每个角落滚动播放。和秘书得知消息后，立马打电话通知傅文深。傅文深拿着电话去了阳台。总裁，穆生的视频外泄，现在整个京北都知道了。去查。傅文深捏着电话的手紧了紧，目光深邃地盯着窗外。这边才挂掉电话，王妈就大叫了起来：“天哪，这是穆生！”穆欣放下碗筷，跑到了王妈的身边，看着那些视频，整个人愣在了原地。那天看到的画面瞬间充斥在他的脑海，胃里顿时一阵翻滚。穆欣捂着嘴跑到了厕所。傅文深听到了，快步走了进来。他冷着脸问道：“夫人看了？”王妈被吓到了，木讷地点点头。傅文深脸色一变，转身去了卧室。穆欣趴在马桶上，剧烈地吐了起来，似乎是要把胃里的东西吐得一干二净，差点就要把胆汁都要吐了出来。傅文深看着脸色苍白的穆欣，整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他快步走上去，轻拍着他的后背，希望他能好受点。过了几分钟后，穆欣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脸色苍白，看起来很虚弱。傅文深抱起他，轻轻地放在床上，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关心地问道：“枕月，身体还有不舒服的吗？要是难受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”“不用。”穆欣虚弱无力地说道，“我休息一会就好，你下去陪奶奶吧。”说着，穆欣转过身，闭上了眼睛。傅文深贴心地帮他掖好被子，起身离开了。“欣欣怎么样了？”奶奶担心地问道。“没事，奶奶你今晚就留在这里休息吧。”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奶奶皱起眉头，疑惑地问道。“是枕月的哥哥，他想通过这个办法逼我把枕月交出去。”傅文深狭长的双眸危险地眯了起来，眼底布满了怒气。他心里冷笑着：“穆恒，除了穆生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？”“哥哥，枕月其实是穆家走散多年的女儿，3年前穆恒就走了她。如果不是这次去挪威，我恐怕这辈子都见到不枕月了。”“穆家？就是那个隐退的穆家？”傅文深微微点头，冷笑地说道：“3年前我还纳闷穆家为什么对我动手，遇到枕月后，一切答案都出来了。这次穆恒明目张胆地想要搅乱京北，那我就好好陪他玩玩，千万别伤了和气。”穆生他奶奶欲言又止地看着傅文深，眼里都是疑虑。“奶奶，我此生最后悔的事便是伤害了枕月。”傅文深眼底都是愧疚，顿了顿，轻微的叹息道：“至于穆生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注意分寸就好。”奶奶见傅文深这样说，心里的那块石头也落地了。傅文深安排好奶奶后，端着一杯温开水回了卧室。他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，发现穆欣已经睡着了，放下水杯，蹲下身子，
看着木心的睫毛上还挂着泪水，有黑色的眸子沉了沉。他伸出手，温柔心疼地给他擦拭掉眼泪。睡着的木心眉头紧紧地拧着，脸上都是痛苦的表情。傅文深伸出手想要替他抚平紧皱着眉头，耳边却传来他无助跟绝望的声音：傅文深，你说过要来的，我在等你。枕月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傅文深紧紧地握住木心的手，将头埋在他的手背上，声音低沉嘶哑地说道。他努力地克制着，怕他没控制好，泪水掉了下来。他内心的愧疚，无人能理解。翌日，木心转过身子，揉了揉眼睛，睁开眼睛，入眼的却是沉睡的傅文深。他轻轻地坐起来，伸手拿过床头的毛毯盖在了他的身上。饿不饿？我去给你煮粥。不知傅文深是被吵醒的，还是说根本没有熟睡。木心立马摇头，看着带着熊猫眼的傅文深说道：我去吧，你休息一下。说着就掀开被子要下床。坐在地毯上的傅文深倏地站了起来，温柔轻声地说道：我没事，你昨晚就没怎么吃饭，还吐了。你去洗漱，我给你煮粥去。木心伸手想要拦住傅文深，可他早已迈着大长腿出去。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：傅文深，要是能重来，你后悔以前那样对我吗？他眼神涣散地看着窗外的蓝天，低头似是自嘲地笑了笑，心里感叹着他的想法。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眼神中多了一丝坚定，谁也不知道这份坚定是什么。少爷，已经查到，小姐现在在傅家。保镖低头报告着。备车，马上去傅家。穆恒捞起沙发上的外套，动作一气呵成。就在三人和谐吃着早餐的时候，不速之客穆恒到达了傅家。老太爷，少爷不好了。刘管家急步跑过来，头上渗出一层细汗。怎么了？傅文深从容淡定地给木心盛着粥，淡淡地说道。刘管家抬眸看了看木心，随后如实地报告着：少爷，外面有个自称是少夫人的哥哥，要来带走少夫人。傅文深温柔地把粥放在木心的面前，似乎并不在意刘管家说的。就在刘管家想要请示老太爷的时候，傅文深却浅笑道：愣着刚什么？大舅子大老远的从挪威过来，我们应该尽尽地主之谊。傅文深，我要见我哥。木心淡漠地看了他一眼。枕月，你昨晚就没怎么吃东西，先把粥喝了，我可是熬了许久呢。他似乎并不想要让他跟穆恒见面，把粥推到他面前。傅文深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。无论如何，话还没说完，傅文深直接就打断了他，脸上微微的变化了一下。乖乖吃饭，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了，今后我会好好对待你的。傅文深狭长的双眸布满认真与柔情。我们没有结果的，傅文深，我不爱你了。枕月，求你给我个机会，弥补以前放下的错好吗？如果这个世界有一种药，那么做错事的人都会想要拥有。可惜，这个世界唯一不可能得到的药就是后悔药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木心自知现在跟傅文深说这些都没有用，他放弃了交谈，直接起身就要往外面走去。傅文深却一把拉住了他，交给王妈。王妈，带夫人回房间。傅文深，
木心死死地瞪着傅文生，要是眼神能杀死人，估计在3年前他已经死了好几百次了。是，少爷。王妈从傅文生的手上接过木心，恭敬地对着他说道：少夫人，你就听一次少爷的话吧，少爷真的为了你。王妈，我是叫你看好夫人，不是叫你多嘴。冰冷刺骨的声音传入他的耳膜，木心知道这个男人的温柔只是伪装的，他又何必对他产生期盼呢？木心跟王妈回到房间，祈求地对着他说：王妈，你让我出去好吗？少夫人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了，少爷的话，王妈也很为难地看着木心，她对木心就如亲生女儿一般，可是少爷的话，她也不敢违背。木心见王妈这么为难，自然也是不好意思。他站在窗前，看着穆恒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傅家，而他根本无法跟穆恒说上一句话。他坐回到书桌上，翻看起书本。傅文生悠然地坐在餐桌上，等待着穆恒的来临。木心在傅家的消息是他命人透露出去的，只有这样才能好好跟这个大舅子聊一聊。欣欣呢？穆恒刚进门，开口问的就是木心在哪里。傅文生伸手指着他对面的那碗粥，礼貌一笑：大舅子，我猜你肯定是匆匆赶来，没有吃早餐，所以准备好早餐等着你。穆恒看着傅文生一脸欠揍的表情，就恨得牙痒痒。他伸手扯了扯领带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：傅文生，别跟我打马虎眼，欣欣在哪里？你先把粥喝了，我就跟你说。傅文生淡定的一笑，似乎并不生气。妈的，傅文生，你什么时候跟女人一样婆婆妈妈的了？穆恒不吃他这一招，语气中带着怒气，掺夹着不屑。这可是枕月吩咐我必须看着你吃下去的。傅文生嘴角勾起一抹浅笑，隐约可以看到他的戏谑，不过只是一闪而逝。真的？穆恒狐疑地看着傅文生，眼底写满了不相信。此刻的傅文生无比的真诚，根本看不出来他的谎言。看着傅文生的表演，站在一旁的刘管家在心里默默地叹息着。穆恒犹豫再三，加上肚子却是有些饿，便坐了下来。准备开动的时候，他蓦然抬起头看着傅文生说道：我姑且相信你，我吃完就把欣欣交给我，你跟他不适合，早点分开，对谁都好。说完就低下头去喝粥了，根本没看到傅文生眼底稍纵即逝的阴鸷，他嘴角勾出若隐若现的不明深意的笑意。穆恒3下5除2的就把粥喝完了，咽下嘴里最后的一口粥，就赶忙说：欣欣呢？粥我已经喝完了。傅文生背靠在椅子上，似笑非笑地看着穆恒，不急不慢地说道：急什么大舅子？这不是刚喝完粥吗？消化一下。穆恒慢慢地意识到，他可能被傅文生算计了。他半眯着眼睛，打量着傅文生说道：你骗我，快点告诉我欣欣到底在哪里。傅文生冷笑：我又没有逼着你喝。穆恒瞪大眼睛，死死地盯着傅文生，气得不轻怒气地说道：很好，傅文生，你以为我真的弄不死你吗？随时欢迎。穆恒站起来，双手撑在桌子上，不屑地一笑：傅文生，没想到你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。他双手抱胸，嗤之以鼻地笑着说：难怪欣欣不愿意再相信你，
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他付出真心。傅文深抬眸，冷得掉渣的眼神对上穆恒那挑衅的眼神，周围的人瞬间感觉到客厅的温度一下子减低了好几度。傅文深没有说话，而是用眼神跟穆恒在空气中进行着厮杀。逐渐，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，就如一场不会流血的战斗。穆恒转动眼珠，嘲讽地笑着说：“傅文深，听说你不管穆生了，他的生死与我何干？”说到这个，看来我有一笔账要跟大舅子好好算算。傅文深站起来，步步逼近穆恒，浑身散发出独特的寒气，薄唇微凉地勾起一抹笑意。看枕月现在对我的态度，恐怕也是大舅子的功劳吧。他垂下的手紧紧地攥着，眼里的怒火就如火上一般，要迸发出来，抡起拳头朝着穆恒那张帅气的脸庞砸了下去。呵，穆恒头偏到一旁，伸出拇指擦拭掉嘴角的血迹，猛地转过身回了一拳傅文深。傅文深眼里闪过一丝嗜血，转过身跟穆恒厮打在一块。穆恒本来就一肚子的怒火，借此机会去发泄心中的怒火。穆心无聊地在房间来回走动着，看着墙上那转动的钟表，眉心微微地皱着。他敲了敲门：“王妈，我哥走了吗？”王妈并没有应声，她看着楼下厮打在一块的两个男人，摇了摇头。这要是被穆心知道了，估计怎么都要出来吧。王妈，你开门，我肚子不舒服。穆心捶打着门，心里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。都快2个小时了，傅文深怎么还不放他出去？快，找人拉开他们呐！门外响起奶奶焦急的声音：“怎么回事？他们2个打起来了？”来不及细想，穆心用力地敲打着门，可门外的人都无动于衷。穆心坐在地上，声音很虚弱地说道：“王妈，我肚子疼。”王妈不敢开门，万一穆心是装的呢？但如果是真的呢？现在也不能去打扰傅文深，他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最后，屋内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，担心穆心的王妈最终拿着钥匙打开了门。穆心靠着门，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，黑曜石一般的眸子闪过一丝狡黠，随即很快就被掩盖住。王妈一进屋，看见倒在地上的穆心，担忧地呼喊着：“夫人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”王妈叫唤了半晌，穆心都没有睁开眼睛。就在她起身准备去找人时，地上的穆心倏地地爬了起来，直接越过她冲了出去。看着楼下2个脸上都挂了彩的2个男人，穆心快步地跑下来了楼。就在穆恒挥拳往傅文深脸上招呼过去时，穆心一个箭步冲了过来，挡在了他的面前。穆恒这一拳可是带着10分的力度，根本来不及收回。傅文深看着挡在面前的穆心，眼底闪过一丝激动。就在拳头离穆心只有1厘米的时候，他抱住穆心转了一圈。穆恒的拳头结实地落在了傅文深的左肩膀上，他闷哼一声：“你没事吧？伤到哪里了？”穆心回过神来，紧张地拉着傅文深的手臂问道。看着穆心眼底的紧张跟担忧，无疑是给了傅文深信心。他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：“你心里还是有我的事吗？你这么担心我？”闻言，穆心这才发现他的态度太过激动，甩开傅文深的手，从容地站在一旁，疏离地笑着说：“没有，
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哥不就有责任了吗？你一定要这样吗？傅文深受伤地看着木心，尤其他那冷漠的态度，深深地刺激着他。哥，我们回去吧。木心忽视掉傅文深那受伤的眼神，转过身走到穆恒的身边。穆恒牵起他的手，就要走出傅家。怒火在傅文深的胸膛中燃烧着，他愣在原地，隐忍着怒火。木心的身后响起冷的掉渣的声音：穆恒，你别忘了，这里是京北，在挪威我没办法对付你，可在这里我劝你最好不要插手我跟枕月的事情。赤裸裸的威胁呀，这可不止威胁到了穆恒，还激怒了木心。他松开穆恒的手，冷冷地走到他的面前：傅文深，我也劝你不要再痴心妄想了，对你对我都好。说罢，绝情地背过身，不去看他。傅文深猩红着双眼，目光炙热地盯着他的后背：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回来好吗？傅文深，你醒醒吧，3年前的木心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是另一个不爱你的人。傅文深，我已经成全你跟木生了，还想要我怎样？难道真的要我去死吗？这样你心里是不是好受点？刘管家推着奶奶走了过来，奶奶脸色苍白，声音虚弱：欣欣，你不是答应奶奶会给她一个机会吗？听到奶奶的声音，木心瞬间僵住了，他忘记了奶奶还在这里。奶奶一直希望他能原谅傅文深，可岂是说原谅就能原谅的？奶奶，木心红着眼眶转过身来，想要跟奶奶道歉。欣欣！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，远在挪威的穆家父母得知了消息后，推掉那边所有的工作，来到了京北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穆恒惊讶地看着穆家父母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斜眼冷冷地看着身后的保镖。宝贝女儿被人绑走了，我不能来吗？穆母目光冰冷地看着紧紧抱着木心的傅文深，他上前一步，拉扯开两人，把木心紧紧地护在怀里，对着脸色苍白的奶奶说道：我听欣欣说过您，既然知道孙子的错误，那么就不应该撮合2个人在一块。我知道文深以前做错了，可现在他已经诚心悔过，难道不该给2个人一个机会吗？奶奶看着穆母，低声地开口：悔过？穆母不屑地看着傅文深说道：他要是悔过，就不会想着从欣欣这里套出穆生的消息。木心伸出手扯了扯穆母的衣服，压低声音跟他说道：妈，奶奶身体不好，你不要刺激她了，我跟傅文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。傻孩子，这件事情你怎么独自一人解决呢？穆母心痛宠溺地看着木心。是啊，他到底该怎么解决？无论他说了什么伤人的话，傅文深就是不放他离开，以至于现在2个人就这样僵着。欣欣，这件事情交给爸妈了，你先回车上去。穆父说道。爸，他大概也能猜到穆父怎么解决，所以他不会放着不管的。傅文深忽然开口：枕月，我知道你怪我之前没有去圣托里尼接你，更怪我结婚这么多年，却对你冷淡如初，让你感受不到任何爱意。我不想狡辩，因为这的确是我的错，但你能不能听我讲一讲？其实我早就爱上你了，只是我本就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，更何况当时我以为有很多时间能让你感受到，而当初你看到我和木生，
其实只是他在拍公司投资的戏，又不肯治疗，会延误拍摄周期，所以我才由着他。当时我真的是要去圣托里尼接你的，只是公司的事耽误了几天。当时你打电话过来，我在开会没有听到，是木生跟你编排了一些谎言，才会让你病情越来越严重。我知道我的解释算不得什么，但请你相信，以后余生，我会用一辈子去弥补这份过错。说完，他又脸色严肃沉重地跟穆家父母保证地说道：伯父伯母，我真的不能失去枕月，我已经错过他3年了，好不容易才找到，让我放手，除非我死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既然他还活着，我和他现在还是夫妻，他理应待在我身边。这是我跟他的事情，希望你们给我时间，好好的待在他的身边。如果1年后他对我没有感情，那么我甘愿放手。傅文深说完，紧张地等着木心的反应。木心却只觉得整片大脑都空白了。原来当初他不是没有接他电话，原来都是木生编造的谎言。他抬眸，视线落在他的脸上，点点头，同意了傅文深的建议。信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穆恒沉默地开口，眼底闪过一丝不快。木心转过身来，哥，我知道为了我好，但我想用1年时间了断这段感情，这样对我对他都好。轰！木心的话就如一记闷雷，在傅文深的心房爆炸，痛意蔓延四肢。他还是不愿原谅他，真的恨透了他吗？穆家父母思考再三，觉得给傅文深一个机会，要是木心真的能一直幸福下去，那他们就祝福，如果不能，他们也不会留情。所有人都同意了，唯独只有穆恒愤怒的一拳砸在墙上，骨头咯咯地响了一声。木心纠结地看着他，他知道哥哥一直对他疼爱有加。哥，相信我，如果我被他欺负了，一定会告诉你。穆恒愤愤地推开保镖，走了出去。出门前，还是停了下来说道：好，要是他再伤害你，我就打得他爹妈都不认识。穆家一家人离开，已经是2个月后了。今早跟往常一样，傅文深贴心地把牙膏跟漱口水摆好，放在洗手台上，就去准备早饭。为了能好好跟木心发展感情，他就把王妈打发到奶奶住的地方。他离开没几分钟后，木心就感觉到不对劲，掀开被子，急忙跑到厕所。蹲在厕所，他拧着眉头，完了，来大姨妈了。上个月都已经过了，根本没想到提前了。难道要叫傅文深给他去买？算了吧，那个男人怎么会给他买那个东西？早餐准备好了，快点出来吃饭。傅文深看着浴室的灯亮着，以为他在洗漱，伸手就要扭动门柄。别，木心开口阻止着。虽然这2个月来2个人同吃同睡，但除了亲他以外，傅文深没有半点越剧的动作。你快点出来，不然早餐要凉了。说着，傅文深转身离开，不让他进去，自然就知道怎么了。可他还是猜测错了。房间里渐渐传来傅文深离开的脚步声，木心再三纠结下，还是叫住了他。你等会。怎么？傅文深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。木心支支吾吾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那个，你能不能给我，经期来了吗？傅文深像是明白了什么，唰，
木心的脸上爬上了绯红，不等他回答，傅文生率先开口说道：“等着，我出去给你买用的。”木心整个人都在风中凌乱着，他去给他买姨妈巾？他真的能放下身段去给他买东西吗？这是他期盼多久的温柔？难道他真的？傅文生已经迈着步子离开，穿着运动服去了最近的超市，进门后就直奔姨妈区去。有2个在姨妈区的女孩花痴地望着傅文生，好帅呀！他是在给女朋友买姨妈巾吗？他要是我的男朋友，那该多好啊，这么贴心。傅文生听到声音后，这才发现旁边有2个女孩，刚刚走得太急，他忘记木心要用什么牌子的了。你好，我想知道你们一般用什么牌子的呀？他的嘴角勾着一抹浅笑，犹如春风似的。2个花痴女见傅文生跟他们2个说话，争先恐后地给他介绍着。最后，傅文生大手笔地把超市几个牌子的姨妈巾全都包了下来。众人震惊地看着傅文生，心里默默统一地想着，买这么多是要用多久？待在厕所的木心见傅文生这么久还没回来，正准备将就一下，自己出去买，门外就传出了声音。不过傅文生的声音不由得让木心再次脸红了起来。沈月，你用什么牌子的呀？这么直接地问了出来，让他怎么接？许久厕所都没有传出声音，傅文生担忧地敲了敲门，你还在吗？你不回答，我就开门进来了。苏菲、木心生怕傅文生直接推门而入，那得多尴尬呀！闻言后，傅文生从一堆姨妈巾中找出了那个牌子，敲了敲门，把东西递了进去。几分钟后，木心推门而出，看到的场景，傅文生坐在姨妈巾堆里，正分类放着。站在门口的木心红着脸，嘴角不由得抽了抽。我给你熬了红糖水，你去喝吧。我帮你把这些分下类。傅文生埋头整理着，头也没抬地说。木心走近，看着各式各类的姨妈巾，扯了扯嘴皮，开口问道：你怎么买了这么多？我不知道你用什么牌子的，于是问了别人，他们给我介绍的，说是都很好用。木心目光紧紧地盯着傅文生，他真的为了他去买这些东西，还问了女孩。他可是高高在上的傅文生啊，怎么会放下身段？不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这肯定是他找人买回来的。可这些被拆掉散落的东西又怎么解释呢？还有熬好的红糖水。你去上班吧，这些我来收拾。木心僵硬地撇开视线，不去看傅文生。他怕自己一不小心就陷入了他的温柔之中，那么换来的绝对是无止境的痛苦。我这1周都不去公司，等你好了，我再去上班。说着，傅文生站起来，把分类好的姨妈巾都整齐地摆放在箱子中。他这句话着实触动了他内心柔软的地方。他微怔，不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不行，我问过王妈了，都说女人这几天是最脆弱的，必须好好照顾着。傅文生头头是道地说。这一刻，木心很想问傅文生，木生来姨妈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也这样照顾的？谁知心里想着，嘴上也不由得问了出来：你也这样照顾过木生吗？话一出口，他就暗骂自己。摆好箱子的傅文生手微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，木心的问题抨击着他的内心。2个人已经许久没有提起那个女人的名字了。
他没想到木心的心里还是没有放下。他转过身来，温柔地说着：“傻瓜，你是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”木心忍着眼睛的酸胀，垂下眼帘，不去看他眼底的温柔。傅文深，要是3年前你能这么温柔对待我，那该多好。傅文深，你不必这么认真的，我会答应你留在这里，你也是知道答案的。木心直接越过他，朝着客厅走去。傅文深愣在原地，对呀，他知道答案，可那又怎样？他也已经爱他深入骨髓，岂是说放手就能放手的？没关系，现在才过去2个月、10个月的时间。他暗自给自己加油打气着。第2日，木心动了动身子，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傅文深那张迷人帅气的脸庞。他微愣片刻后，无视掉他起身去了浴室。待木心出来的时候，傅文深已经准备好早饭，外加1碗红糖水。木心脸上没有太大的变化，静静地坐在座位室上吃着早餐。傅文深的目光太过炙热，就算他有意想要忽视掉，可还是他抬眸问道：“你真的不去上班吗？”他的视线还是没有离开过。实在忍受不了了，木心放下碗，非常认真地看着他说道：“我又不是怀了孕，至于当作国家保护动物吗？还有，你不饿吗？一直盯着我看。你要是想要怀孕，我乐意现身，只要看着你，我就不饿。”傅文深厚脸皮地笑着说。闻言，木心差点就要呛着了，一言不合就开车，能不能愉快地聊天了？被傅文深这样盯着，他干脆就不吃了，起身就要离开。傅文深端着红糖水追了上来，催促着：“枕月，把这个喝了，对身体好。”木心不理会他，他就一直端着碗跟在他的背后，念叨着：“枕月，王妈说了，女人来姨妈一定要喝红糖水。”木心砰的一声就把门紧紧地关了起来。傅文深想要跟上去，最后差点就撞到门上。他看着手中的红糖水，还是不厌其烦地敲着门：“枕月，你出来把红糖水喝了吧。”枕月，枕月。房间内的木心戴上耳机，沉浸在动听的音乐之中，哪里还管被关在门外的傅文深？最后傅文深放弃了，把碗放回厨房，拿出笔记本上网去了。木心出来喝水的时候，看见坐在客厅做笔记的傅文深，好奇地走了过去。当看到屏幕上那几个字的时候，心某处深深地被触动着。察觉到背后有人，傅文深下意识地就把电脑关上，双目对视。木心冷冷地泼了傅文深一盆冷水：“不要再管我的事情，要是再让我发现，我立马回木家。”说着生气地回到了房间。傅文深不明白木心为什么生气，他也是为了能好好照顾他呀。木心回到房间，埋头倒在被褥中，他也不知道他在生气什么。对于傅文深的关心，他居然感觉到了一丝幸福。“你在想什么呢？木心，你就对傅文深的免疫力这么差吗？”傍晚，木心都没出来吃晚饭，无论傅文深怎么叫唤，他就是不肯开门。傅文深只要把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温着，保证木心想吃了还是热的。木心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1点，摸着咕噜咕噜叫的肚子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哎，干嘛跟自己过不去？饭肯定没有了，下去煮点面吃吧。”木心套上外套，
步子微微踉跄地朝着楼下走去，打开厨房的开关，找到挂面拿了出来。视线突然落在了电饭煲上，保温的灯还亮着。木心缓缓伸出手，脸上有着一丝道不明的情绪，看着还透着温度的饭菜，泪划过他的脸颊。他百感交集地拿出里面的饭菜，放到餐桌上，余光落在客房，灯还亮着。木心注视了一会后，客房的灯熄灭了。他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桌上，吃着那带着丝丝暖意的饭菜。剩下的日子，傅文生真的没有去公司，等着木心的亲戚走之后才去上班。天气逐渐变冷，1年的约定已经过去大半。每次木心不舒服的时候，傅文生都会把工作交给何秘书，或者带回家，这样方便照顾他。木心前1、2个月还有耐心跟他说，剩下的几个月，木心就随便傅文生怎么做，只要不打扰到他就好。就在入冬前，木家传来了消息。木家说，木生跑了出来，逃出的前1晚还说会报复木心。木家的人担心木心的安全，说要接回木心，却被傅文生霸气地回应了一句，我的女人，我自己会保护。瞬间感觉到男友力爆棚，木心不在意地笑着说，不用，他能拿我怎么样？可俗话说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傅文生还是安排了保镖守在家中，出门前都要交代他们几次，一定不能让陌生人进去，这样才放心去公司。距离木生逃出已经过了1个月，1个月内丝毫没有木生的消息。就如人间蒸发一般，木家不得已动用了全力，全面搜索木生。已经被关在家里1个月的木心早已待不住了，见没什么危险，就强烈要求，我明天想出去透透气。不行。傅文生想都没想，直接拒绝了。他走过去，轻轻地拥住木心，低头亲吻了一下他的耳垂，再忍一下，等你哥把木生找出来后，我就带你出去玩。都1个月了，根本就没有木生的消息，要是他真的想要找我报仇，逃出来的时候就来报复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木心掰开傅文生的手，不行，没有抓到木生，你哪里都不准去。指不定木生在计划什么阴谋，等着就是我们放松警惕。不要，傅文生，我还有1个月就要回木家了，你就让我出去好好逛逛。木心话说一半，立马收声了。傅文生脸色铁青地看着他，眼底的怒火蹭蹭地往上涨。他紧紧地扣住他的肩胛，语气冰冷地质问着，你还是要离开我？木心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原谅我？寒意渗入皮肤，冷得木心直打颤。面对傅文生的质问，他也回答不上，他也不知道傅文生应该怎么做，他才会原谅他。他垂下眼睑，不敢直视傅文生的目光。这么久以来的隐忍，这一刻爆发了。傅文生挑起木心的下巴，直接对着那张日思夜想的红唇，重重地压了上去。木心顿时大脑停机，脑袋一片空白，身体本能回应着傅文生。傅文生的手不安分地游走在他的身上，一处一处地点着火。木心经不住挑逗，溢出了声，瞬间激起了傅文生心里蠢蠢欲动的那份情欲。木心仅存的一丝理智埋葬在这个吻中。傅文生眼底闪着激动，还有造身动体的某处早已郁郁一世，可他还是最后询问着木心的意见。枕月，原谅我好吗？
木心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在最后的时间里放纵一下自己，这样才不后悔。这1年的时光，全当是为了这次一夜情吧。于是他没有回答问题，而是加深了这个吻。2个人的理解都不同，得到回应后的傅文深俨然以为木心原谅他了。他非常有耐心地褪去木心的衣服，跟他赤裸相对。他低头，声音低沉嘶哑地说道：“我开始了。”说着一点一点地进入了他的身体。木心痛得拧着眉头，下面还是一阵抽痛。傅文深看着痛苦的木心，安抚着：“乖，放松点。”好像是傅文深的话起了作用，木心尝试着放松下来，一切就顺利了起来。傅文深开始很温柔地对待着木心，尝到甜头之后，就跟脱缰的野马一般。沙发、地板、床上，甚至浴缸的边缘上，傅文深要了他一次又一次。木心忍受不住痛意，晕了过去好几次，但每次还是被傅文深给弄醒。最后2个人汗水淋漓地躺在床上，傅文深看着木心一次又一次地晕了过去，不忍地退了出去，抱着昏睡过去的木心去了浴室，2个人都清洗了一番。傅文深单手托着下巴，看着熟睡的木心，心里充满了满足感。枕月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放开你的手，让你独自一人孤单地离开。傅文深沉浸在幸福之中，丝毫没有察觉到黑暗中的阴谋。一场重大的阴谋直袭木心，在所有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。翌日，木心睁开沉重的眼皮，映入眼帘的是傅文深。今天却跟往常不一样，下身的痛处，还有傅文深眼底的暧昧，都无疑在告诉他昨晚发生了什么。无法面对傅文深那炙热的目光，木心一把拉过被子，躲进了被窝。傅文深死皮赖脸的也躲了进来，语气中全是调侃：“老婆，你在干什么呢？”木心死死地瞪着傅文深，被褥中的氧气本来有限，更何况现在有2个人。他一把扯开被子，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触及到他眼底的情欲，赶紧阻止着：“我饿了，刚好我也饿了。”早上的时间就这样被打发了。傅文深吃饱喝足后，满意地看着累得气喘吁吁的木心：“老婆，你的味道真好。”木心死死地瞪着傅文深，最后无奈朝他翻了一个白眼。身上很难受，他卷过被子，想要去清理一下。一双强有力的手抱住了他。傅文深低头动情地说：“我抱你去洗澡。”木心伸出手拍掉了那双手，拒绝着：“不要。”傅文深不恼，也不管他的拒绝，抱着他就往浴室走去。落地的木心一把推开傅文深，脸色带着红晕说道：“你出去，我自己来。你身上哪里我没看过摸过？”傅文深倚靠在墙上，狭长的眸子微微眯起。这话传入木心的耳膜，原本微微泛红的脸颊瞬间红透了似的。他羞涩地骂道：“色狼，你出去！”傅文深浅笑，手上动作却不停，直击脱掉了木心身上的浴袍。木心挣扎着，傅文深压制着，声音沙哑地说道：“别动，再动我就忍不住了。”闻言，木心吓得停止了挣扎。傅文深隐忍着心底的情欲，给他收拾好后，急忙把他推了出去。木心先是一脸懵逼地看着紧紧关闭的浴室门，反应过来后，眼底流出一股笑意。
站在外面不怕死地说道：“需要我帮忙吗？”浴室中的傅文生听见后，脸色瞬间黑了起来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：“不用，你进来就好。”木心闻言，脸上开始发烫。等傅文生出来之后，他已经坐在餐桌上吃起了早餐。傅文生伸过头去，撒娇地说道：“喂我。”木心扬了扬手中的勺子，嘴角一扬，浅笑地说道：“你不是有手吗？”傅文生撇了撇嘴，特委屈地看着他：“可是昨天还有今天伺候你，已经累了。”噗！刚喝了一口粥的木心听到他的话，直接喷了出来，还不偏不倚，全都喷在了傅文生的脸上。傅文生一时怔在了哪里。木心愣了一会，赶紧拿着抽纸给他擦拭掉。谁知傅文生居然没脸没皮地笑着说：“老婆，你这么不满意，是我昨晚的伺候的不周到吗？”精致小巧的小脸上顿时爬上了红晕。木心抽出一堆纸，直接砸在了傅文生的脸上。“傅文生，昨晚我们就当一夜情吧。”他咬住下唇，冷酷淡漠地说。傅文生呆滞地望着他：“昨天不是说原谅他了吗？一夜情？呵，他就是这样看待他们两个的关系。”木心说完，转身就离开。傅文生伸出手，紧紧地拽住他，薄唇微扬，似乎是在自嘲地说道：“一夜情？木心，你真的就那么狠心吗？昨晚的事情是我不好，但是我们除了这个关系，再无其他。”木心甩开他的手，回到了房间。傅文生眼睛猩红，愣在原地。木心的话犹如一颗颗炸弹，在他的耳边炸裂。他脸上都是自嘲的表情，还想说什么，但觉得喉咙干涩，犹如失声一般。他张了张口，始终没有说出什么。木心回到房间后，找出那个落满灰尘的行李箱，泪水一直在眼眶打转。他强忍着不让泪水掉落。他简单地收拾好他的东西，拨通了穆恒的电话。拨通这个电话的时候，他心里突然好像被生生扯掉了一块。“喂，哥，你来傅家接我吧，我想回去了。”木心吸了吸鼻子，声音微微地颤抖着。“好，你等着我。”穆恒接到木心的电话后，马不停蹄的就开车准备把他接回穆家。木心拖着行李箱走下了楼。听到滚轮的声音，傅文生动作僵硬的回过头来，视线落在了行李箱上。他艰难地开口说道：“我们的约定还没到。我知道，这次就算是我爽约了吧。昨晚的事情就当作我们分开的最后回忆吧。”木心直直地站在他的面前，脸上都是淡漠疏离的笑。“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才能原谅我？”傅文生青筋暴起，歇斯底里地怒吼着，眼里都是无奈跟悲伤。“傅文生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”“不，我不会放你走的，1年不够，那就10年、30年，大不了一辈子。”傅文生如疯了一般，紧紧地扣住木心的肩胛，低声怒吼着，眼泪竟也跟着落了下来。第一次，木心看见他哭了。他哭了，是为了他，心里竟然有一丝窃喜。他面无表情，淡淡的开口：“放手吧，傅文生，放过我，也放过你。”说着，他掰开傅文生强有力的手，拉起箱子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傅文生双眼空洞地看着垂下的双手，他低头凝喃着，谁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木心的背影是那样的绝情、冷酷。
然而在他转身的顷刻间，泪就如滴了坝的河水，怎么都止不住。他加快了脚步，走出了傅家。然而就在他走出去的那一刻，某处不易发现的地方出现了一抹鬼魅般身影。傅文生目光呆滞地看着那紧闭着的大门，蓦然冲了出去。木心准备走到马路对面，等着穆恒。走在半途中，不远处一辆黑色的小车在道路上画着 S 形。木心皱了皱眉头，看着那摇摇摆摆的车，加快了脚步。车子本来缓慢地行驶着，顷刻间加足了马力，朝着木心冲了过去。木心看着那辆朝着自己快速车子，愣在了原地。追赶出来的傅文生看见了，瞳孔紧了紧，心紧紧地提了起来。他倏地跑到马路中央，用力地推开了愣在原地的木心。车子根本没有刹车，狠狠地撞上了傅文生。车内的女人震惊地看着他。傅文生侧头看着木心，没什么大碍，嘴角噙着一丝放心的笑。顷刻间后，他整个人从空中直线下坠，重重地摔了下去。砰！摔倒在地上的木心怔了片刻后，听到声音后，慌乱地爬了起来，脸色苍白，眼眶猩红。他跌跌撞撞地跑到傅文生的身边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嘴里呢喃着文生。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想要去触摸傅文生，指尖都在微微地发抖。他身子颤抖着，失去血色的嘴皮抖了抖，嘴角强牵出一抹笑。文生，跟我说话呀，你起来呀，你醒醒，睁开眼睛看我呀。木心双手推动着傅文生，边哭边怒吼着。傅文生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就跟睡着一般，脸色苍白到不是平常人的脸色。直到看到那鲜红的鲜血深深地刺痛了木心的双眼，内心的恐惧无限蔓延。我不跟你闹脾气了，你看看我，文生，我不走了。木心趴在傅文生的身上痛哭了起来，后悔充斥在他的胸腔。如果不是他，傅文生怎么会出事？都是他的错。他早就原谅他了，只是过不了他内心的那道坎。木心，你简直混蛋！你在别扭什么？车上戴着黑色鸭舌帽的木生怔了好一会，才反应过来。他苦涩地笑了起来。傅文生，你不是爱我吗？为了木心，你居然可以？为什么？他到底有什么好？他好不容易从穆恒那里逃出来，心心的是想要见到他，可最后看见的是却他对木心的深情。怒火还有嫉妒一下子燃烧了他的理智。他要和木心同归于尽。文生，我原谅你了，真的。我求求你醒过来好吗？木心抱着傅文生的头，泪流满面，痛苦地嘶吼着。车上的女人推开车门，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木心。嫉妒还有仇恨这一刻涌入他的双目。木心看着车上下来的女人，害怕地后退一步。木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快叫救护车呀！木心丝毫没有注意到木生身后的匕首，怒意焦急地喊着。木生抬头，嘴角勾起一抹阴狠毒辣的笑，轻声嗤笑地笑着说：木心，如果不是你，傅文生就不会出车祸。该死的是你，只要……他顿了顿，眼底闪过阴鸷，只要你死了，我把文生送到医院，这样我就不会失去他了。不，你没看到他流了这么多的血吗？快打电话叫医生啊！木心瞳孔缩了缩，内心的恐惧感
越来越重。你死了，什么事情就没有了。木生扬起手中的匕首，嘴角闪过得意的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砰的一声枪响，木生僵硬地转过身子看着来人，鲜血从他的嘴角流了下来。又是你。说完，软软地倒了下去。他的眼睛却瞪得大大的，死死地盯着木心，嘴里溢出一丝鲜血，嘴角还挂着一丝诡异的笑。欣欣，木恒焦急的声音从木心的背后响起：哥，快救他，你快救他！木心空出一只手，死死地攥着木恒的裤脚，嘴里都是请求的话。几分钟后，救护车还有警车都过来了。木心死死地拽着傅文生的手，骨节都泛白。医院，文生，你一定要撑住，我不怪你了。木心努力地跟上推车的速度，嘴里都重复着那些话。可躺着的傅文生毫无声息，无论木心说什么，他都未曾睁开眼睛。傅文生被推进了手术室，木心留在了外面，浑身颤抖着，脑子里面一片混乱。他蹲下身子，把头埋在臂弯中，大声地哭泣着。木恒心疼地看着蹲在地上的木心，伸出手抱住他，安慰着他：欣欣，放心，他会没事的。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离开的。我应该听他的话，我早就原谅他了，只是我不敢承认自己的心，都是我的错。木心回抱着木恒，头深深地埋在他的胸膛，愧疚跟自责充斥在他的心头。不是你的错，是哥不好，没有好好看住那个女人。文生，我孙子在哪里？医院走廊传来奶奶急促的呼喊声，苍老干涩的声音还带着颤音。木心听到奶奶的声音，松开木恒，垂头跟他道歉着：奶奶，对不起。奶奶先是一愣，摇头否认地说道：傻丫头，不要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老人犹如鼓钟一般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文生，文生他。木心走到奶奶的身边，安慰着她，同时也在自我安慰，她不会出事的，我们肯定。病人大出血，医院的避血供应不足，家属呢？手术室中，护士慌张地跑了出来。大出血，木心瞬间失去了依靠，瘫坐在地上。奶奶开口说道：抽我的，我是他奶奶。木心一个机灵，他对着护士说道：抽我的，奶奶身体不好。你是什么血型的？O型。好，你跟我进来。木心跟着护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消毒检查，看到了病床上面无血色的傅文生。他躺在床上，跟护士说：你尽管抽，我能抗得住。人体抽血是有限制的。木心侧头看着傅文生，泪水顺着划过他的脸颊。文生，你一定要撑住，我们还有好多账没有算呢。木心出来的时候是被护士推出来的，在手术室中抽了一定的血之后，护士要求换人，可他拼命坚持，身体不堪重负，晕了过去。他这一睡便是1天之后。陡然间，病床上的木心睁开眼睛，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他在病房，二话不说，掀开被子就要下床，脑袋随即传来了眩晕感。木恒被惊醒，看他醒了，心中的石头落地了。欣欣，你身子还很虚弱，你要什么？我帮你拿。木恒3步并作2步跨了过去，拦住要下床的木心。木心张了张嘴，发现嗓子给外的干涩沙哑，他
他艰难地发出声音，担忧地问着：“哥，傅文生呢？他怎么样了？命就回来了。”听到傅文生没事，木心心中的焦急减少了许多。穆恒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可是医生说，他余生可能要在病床上度过了。”什么意思？木心紧紧地抓住他的手，眼底露出恐慌。躺在病床上，是不能行走了吗？医生说他由于头部受到重创，加上大出血，能把命保住，已经是奇迹了。穆恒小心翼翼地告诉着木心，就怕他接受不了。直接，木心紧紧拽着穆恒的手，脑海里回放这一年来傅文生跟他的事情，还有他的改变，对他的温柔，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历历在目。心中的某一块撕裂般的疼痛起来，痛感直袭他的头皮。他一把推开穆恒，刚要迈出步子，就直接摔倒在地，脚上软弱无力，就如下半身不是他的一般。他转过头，看着穆恒问道：“哥，我的脚为什么没有知觉？这是你献血过多导致的。”说着，穆恒弯腰抱起摔倒在地上的木心，安抚着他的情绪：“欣欣，听哥的，等你好了，我就带你去见他。”“不要，我现在就要见他。”木心摇头拒绝着，如果不见到傅文生，他绝对放心不下。“信。”穆恒无奈：“哥，我求你了，你把我跟他安排在一个病房，这样我可以每天看见他。”穆恒最后还是妥协了，把他跟傅文生安排在一个病房。傅文生的病房中，奶奶守在身旁，见木心醒了，关心地问道：“欣欣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“没有，奶奶你回去休息吧，我来看着他。”木心看了奶奶一眼后，视线全都落在了傅文生的身上。“你身子？”奶奶看着他欲言又止地问道。“我没事，奶奶，我现在就想跟他单独地待着。”木心深情地望着傅文生，仿佛现在他的世界中只有这个男人的存在。奶奶走后，木心坐在椅子上，执起傅文生的手，贴着他的脸蛋，眼睛酸胀着，他声音嘶哑，低沉地笑着说：“傅文生，我这一生唯一爱过的人就是你。离开你的那3年里，我每天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着你。在我病重的那一年，我期盼着，希望你能出现在我的世界，赶走我内心的阴霾。可是并没有。其实我早原谅你了，只是以前的伤疤，我无法跨越。直到看见你毫无生气地躺在我面前，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。傅文生，无论你睡多久，我都等着你。现在换我来守护你，无论多久。”说到最后，木心趴在床边，失声痛哭了起来。站在门外的穆恒看见了这一幕，也跟着哭了。片刻之后，他收拾好情绪，拨通了电话：“顾琛，麻烦你联系一下威廉。”我说：“穆恒，木心又出什么事情了？我上次可是好不容易找到威廉的，现在要我去哪里找？”顾琛担忧的同时又无奈。没错，木心出事的那一年，穆恒拜托顾琛联系了威廉。威廉在植物人这一方面有着独特的解救方法。别废话！穆恒拧着眉头，不悦地呵斥着顾琛。喂，老兄，是你拜托我事情的，什么情况你都不跟我说，我怎么帮你？穆恒只好把这段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顾琛，最后落下面子，请求顾琛一定要联系到威廉。
只有这样才能救活傅文生，木心也不用这么难受。他不明白这些爱情，但看到傅文生奋不顾身救了木心的那一刻，他对他的恨意已经消失了。现在的他反而欣赏傅文生，一个为了爱不顾生命的傅文生刷新了他的世界观。木心身子好了以后，每天都往医院跑。穆家的人都不准他住在医院，所以他只好家里还有医院两边跑，这样两边来回奔波了大半年。木心跟往常一样来到了医院。这一周阴蒙蒙的天气终于转晴，木心找来护士，把傅文生搬到了轮椅上，推着他出去感受阳光。木心停下脚步，把刹车掰好，陪着傅文生沐浴在阳光下。文生，今天出太阳了呢，你都已经睡了大半年了，还不醒吗？木心双手托着下巴，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傅文生。其实木心总感觉他输血过后的那段时间发生了些什么，可傅文生还是躺在医院，所有人的都没有变化，他以为是自己神经紧张了。其实那一天，穆恒找来了威廉，给傅文生重新做了一个手术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只有木心被蒙在鼓里。这个声音好耳熟啊，为什么感觉到他有着一丝丝的忧伤呢？他是谁？怎么一直在他耳边唠叨？沉浸许久后，他才想起，这是他最爱的女人，木心。他一直都这样陪着他吗？他好想睁开眼睛，看看他，摸摸他的脸。在他昏睡前，好像听到了他说，原谅他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傅文生激动地流出了眼泪，他努力地挣扎在黑暗的边缘。不行，他一定要亲口问他，他想知道答案。傅文生的手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，可还在念叨的木心丝毫没有察觉到。待了许久之后，木心推着傅文生转了一圈之后，就回病房了。1个月后，木心因为临时有事，不能去照顾傅文生，拜托了穆恒去照顾。就是这一天，傅文生醒了，他费力地睁开眼睛，打量了一番之后，四处寻找着那抹身影。穆恒先是一愣，随即焦急地按响了护士铃声。一群护士医生赶了过来，给傅文生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，最后舒心的一笑说道，病人身体已经开始逐渐恢复，不过还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医生护士离开后，穆恒坐在椅子上，斜眼睥睨着傅文生说道，没想到你命这么大，还以为你真的要一直躺下去呢，你醒了就好，我妹妹就不用担心了。她呢？傅文生苍白的嘴皮动了动，他环视了一圈之后，并没有发现木心的身影。他临时有急事，所以拜托我过来的。傅文生，我现在就问你一句，欣欣这样照顾你，你怎么报答？以身相许。现在的傅文身处于云端，仿佛有种不切实际的感觉。可那又怎样？只要木心心里还有他，他就一定不会放手。好，之前婚约作废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准备再求一次婚吧。穆恒拍案叫板地说道，不管木心急不急，他可是很着急的。早点把木心嫁出去，以后就不用这么操心了。穆恒动用关系，让木心的临时有事变成了1周都有事。1周的时间，傅文生已经可以下床走动。木心处理好了事情，立刻马不停蹄的就跑到了医院。半途中听过到护士说，1503房间的傅文生好像被下病危紧急单了。
是啊，我听说已经死了，而且送往火化场了。闻言，木心僵在了原地，护士的话就犹如炸弹一般，在他耳畔炸裂。他失魂落魄地抓住那个护士，嘴巴不动地哆嗦着问道：“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护士愣了一会，微微点头。那一刻，木心的呼吸停止了，他不相信傅文生就这样死掉了。他猛地推开护士，迈着艰难的步伐来到了病房门口。他颤巍着手，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，看着整齐的病房，哪里像是住过人的地方。护士的话回响在他的耳边，他转身朝着医院门口跑去。殊不知他已经步入圈套。就在他跑出医院门口时，无数个气球飞上天空，每个气球上都写着字。他没时间去看上面的字，急匆匆的就要朝着火化场跑去。可不知哪里涌入的人群推搡着他，使他根本无法前行。他心里的恐惧还有担忧无限扩大，视线无意间落在了气球上，那个气球上写的名字正是木心。他疑惑地看向其他气球，发现有个气球写着傅文生3个字。他愣在原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弄的这些？人群逐渐散开，一抹高大俊拔的身影闯进木心的眼帘。他怔住了，那个男人一步一步地朝着他走来，手中还拿着玫瑰花。男人单膝跪在地上，嘴角噙着笑意，看着惊讶的木心：“枕月，谢谢你在我昏睡期间一直照顾我。你说的话我都记得，现在你能实现你的诺言，答应嫁给我吗？”是傅文生，真的是他，他没死。木心一把甩掉傅文生手中的玫瑰，泪水布满他的脸颊，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：“傅文生，你有病吗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死了，你居然骗我！”说着，木心的声音弱了下去，变成哽咽哭泣的声音。傅文生瞪了一眼躲在人群中的穆恒，站起来拥住木心：“对不起，我也是想给你惊喜。你知道吗？我昏睡期间，耳边一直环绕着你的声音，可是我怎么都睁不开眼睛。就在你外出的那一天，我醒了，却没有发现你的身影。在你哥哥那里得知了事情的原委，所以决定向你求婚。你愿意吗？”傅文生双目紧紧地盯着木心，眼底都是浓浓的爱意还有思念。木心紧紧地拥住傅文生，流出幸福的泪水。全世界能有多少对真心相爱的人？如果爱，那么请深爱。全剧中，